国明明如此强大，为何却在一直隐忍？这是许多网友看到中国外交后发出的疑问。当年我国购买瓦格良号航母后，被土耳其故意刁难；另一边，南海都打到家门口了，却还一味的谴责和抗议。难道我们就真的只知道一味让步吗？2000年6月14日，我国购买的瓦良格航母离开了黑海，准备返回中国的时候，却遭到了土耳其的刁难，理由为航母体型过大，会阻塞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航道，索要10亿美元赔偿。尽管这个理由十分牵强，但我们还是派出了代表谈判。经过18个月的谈判，中国答应给予土耳其3000万美元，作为航母安全的保证金。注意，这里是保证金，也就是航母安全通过后是要退的，这才得以让土耳其松口，让航母在2022年3月3日成功抵达大连。虽然看似结下了梁子，但之后中国开始和土耳其扩大贸易领域，其中包括能源以及工业等多个方面。时至今日，土耳其的经济命脉已然和中国有着莫大的关系，他们也不敢再为难中国。可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网友认为菲律宾在南海上十分嚣张，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反击呢？中国明明如此强大，为何却还在一味退让？菲律宾虽然多次派遣船只闯入仁爱礁，但是整体仍是中国所控制，仅是允许菲律宾的补给船进入仁爱礁，给所谓的搁浅登陆舰补给。看到这里，有很多民众不解，中国在仁爱礁领域的控制能力非常强，为什么还允许菲律宾船只这样干？这岂不是在侵犯我们的主权吗？其实并非如此。中菲关系当时还算友好，如果贸然发生冲突，可能会被有心之人拿来做文章。所以对于这些非法闯入的船只，采取围而不攻的态势，并且只允许没有战力的补给船进入，将事态限制在可控范围内，正是中国智慧的体现。可哪怕这样的结果，依旧堵不上一些小黑子的键盘。他们羡慕俄罗斯不服就干的精神，认为中国面对纠纷也该这样。然而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中国明明如此强大，为何却还在一味退让？面对很多人期待的中国应该表现强硬，向战斗民族看齐的说法，俄罗斯专家对此说出了实话：中国的隐忍才是大国智慧，因为他们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。事实上，俄罗斯的强硬却不是他们想要的。自从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奉行的轻盈外交政策让他们频频发生动乱。车臣战争以及现如今的俄乌冲突，这些都在大大消耗俄罗斯的国力，阻碍经济发展。而中国深知这个道理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，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上来的同时，也改变了外交政策，并用这种外交理念来反馈国内经济，中国就此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。所以，真正的强硬并非要事实强硬。孙子兵法中有说：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下攻城。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正是最好的外交手段，也是属于我们的大国智慧，同样也是中国强大实力的源泉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评论区留下答案。